为了清算夙愿，找到史诗领主高小兰的行踪，彻底消除威胁，我与古基深入核废墟，冒险潜入0号地下城。高小兰发现我后，不惜冒着被盟约反噬抹杀的风险，直接在地下城内驱动母舰发射主炮，要将我除之后快。但我敢孤身闯入史诗卫级别地下城，自然有所依仗。君王武装的力量超乎我的预期，竟能直接对史诗庇护所造成损害，或者说，君王武装的强大取决于我的庇护所天穹之塔。依靠着君王武装，我甚至在高小兰的母舰自爆中毫发无伤。君王指环，君王指环。同乐者之前提到过，所谓新世界的王座，难道这世界真的有那种东西？同乐者，你这样随意出现在我的塔顶，是不是有点不把自己当客人了？请恕我冒昧，我只是多日不见城主，而城主又不来找我，我只好主动出现，以解思念。沈城主放心，我会充分尊重您的隐私，绝不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我看你在我的领地里是越待越自在了。那当然，还是躲在心爱之人的身边最自在。等盟约消失，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之前提到的新世界王座，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回沈城主，唯有登上至高王座的统治者，才能统御号令所有新世界的人类领主和领民。登顶王座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彻底驱散永夜与鬼潮的力量，那也是让所有人类将来免于生活在恐惧和末日中的唯一方法。当然，前提是登上王座的是一位守序的明君，否则等待人类的可能将是比现在更加残酷和痛苦的未来。拯救所有人，我对当救世主没兴趣，也没有那个能力。不过我倒是很好奇，想要成为王座的主人需要什么条件？传奇，至少成为史诗位阶之上传奇庇护所的领主，但这也只是拥有最终权力游戏的入场券，具备了争夺王座的初步资格，否则会被撵得渣都不剩。传奇，也许那位天庭的传奇领主目的就是王座，才如此迫不及待地召集我们，要求每月上交冥石赋税，自然是维持他作为第一位晋升传奇领主的优势。所谓扶持其他人类领主晋升传奇，怕也只是画大饼罢了。所有史诗领主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庇护所提升到史诗之上的传奇位级，但需要满足4个前提条件。4个条件？难道我接着融合更多史诗庇护所也不行？你现在的庇护所虽然还能够继续融合建筑，就算融合上百座史诗庇护所，缺乏关键要素，也要被末日游戏的规则制约，无法晋升传奇。第一步，将你的庇护所提升到12级。12级？靠在万宝楼的底蕴和张城主结盟时支付的报酬，我消耗了上万冥石，才把天穹之塔从7级升到8级。现在想再升到9级，更是得大几万的冥石。若要上到12级，恐怕至少得100万冥石。虽然等经过之后永夜，应该早晚能积攒够，却不知要花费多久时间了。那其他3个条件呢？第2个条件说难不难，说简单却也不简单。你的庇护所和附庸的领地内，至少要有上百万的领民人口。100万冥石之后，是100万领民吗？意味着玄天城内现有人口得翻100倍。困难之处为，随着时间推移，一次又一次的永夜降临，新世界存活的人类一定是在不断减少的，这毋庸置疑。届时，人口将变得越来越稀少，直到比冥石还要珍贵，成为限制晋升传奇的最大阻碍。所以，收复人口越早越好。第3个条件，对于你和现在的玄天城来说，也不算很难，即统一至少5个完整区域成为你的领地，区域内所有领主都向你臣服，且没有大规模鬼物作祟。人口100万，跨区征伐，统一领土。游戏这是在鼓励所有史诗民主开战，吞并人口资源和土地，分明也是消耗人类内部的力量。但想要达到这个条件，对现在的玄天城来说，却非难事。第4个条件是什么？第4，你需要拿到一件特殊的信物。如果没有信物，就算满足前面3个条件，也无法晋升传奇。但至于信物是什么，涉及到传奇和新世界王座的秘密，我难以推算出来。信物？史诗宝物，君王指环。君王降临之地及庇护之所，一臣皆当死去，鬼物皆当溃散。特性仅限史诗位阶以上庇护所领主可绑定穿戴，激活后将根据庇护所的特性形成专属的君王武装，大幅提升领主个人战力。君王武装，一人及庇护所本身。
这枚君王指环的提示信息明显指向了王座，又有如此逆天的强大效果，绝非普通史诗宝物，真有可能是晋升传奇的信物。如此，我只需要考虑前面3个条件即可。那什么王座还距离遥远，我也没什么兴趣。沈城主，你以为打败了高小兰，领地就安全了吗？截至目前，你还没有遇到过真正强大的鬼物。那只夜眼巨蝠在史诗鬼物之中也根本算不上什么，更何况史诗之上还有传奇鬼物。新世界的更深处，甚至存在着完全由鬼物统治的区域，在那里，鬼物之中也有统治者，也有领地，甚至是创建了秩序。你说秩序？跟那些地方比起来，现在的落魄岭周边区域，包括核废墟，都算是安全区。未来永夜在临，持续时间还会延长。人类没有君王，新世界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这世界原来还有比核废墟更加危险、完全充斥鬼物的区域，而人类在自己的区域生存，已经是竭尽全力，苟延残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道理我当然懂，但饭要一口一口吃。我很乐意帮助沈城主晋升传奇领主，甚至登上新世界的王座。为什么？这是一种依附强者的生存策略。也许将来你说不定能够反攻鬼物的领地。我也是在为鬼物们争取一丝更多的可能。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和野心，只想偏安一隅。准备晋升传奇庇护所的第一步，先彻底统一落魄岭。只要愿意献出庇护所，融入玄天城，领民入驻内城，领主可入驻高塔享受庇护。单靠武力威慑容易引起反弹，或许我们可以配合王道与仁政。我建议向各个附庸领地提供保护服务，向他们派驻8级不死族士兵，定价为每个士兵50名石。50名石，去掉能量消耗，这几乎是成本价，我们毫无利润。要的就是这个效果。8级的不死族士兵虽然只有白鹰卫戒，但每一个都可以手撕坦克，几十个加起来甚至可以阻挡摧城者丧尸。只要让他们看到安全保障，剩下的领地自然会主动投靠。此外，依靠万宝楼的底蕴，加上我们领地的生产力已经开始过剩，可以跟区域内所有领主开展贸易。只要臣服，便能以最低价格拿到我们的物资。就按你说的办。庇护所自从晋升石狮卫结天群之塔后，高塔内部已经配备了电梯，彻底解决爬楼困难的问题。飞机场建筑不只能造战机，还能生产出飞行滑板，刚好可以内销和出口给其他领主。但高塔内阁有严格规定，飞行滑板只能在天群之塔下半部分使用，否则将遭到塔防武器攻击，后果自负。以维护高塔内阁的安全和领主的绝对权威。2个月过去了，受上次永夜后的声誉和玄天城守卫战的余威影响，落魄岭绝大多数幸存领地并无反抗，且十分愿意臣服，相继归顺。毕竟我没有要求他们交出庇护所，还给予了充分的好处，包含安全和贸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领主没有臣服。这个10001号领地是半个月前突然出现在边界的，大概是为了躲避落魄岭区域外面的永夜鬼巢才迁移过来。落魄岭区域的鬼物基本已经被我扫荡一空，这个名叫狂狮营地的庇护所倒是会找地方。既然不接我的消息，大国你点100个士兵走一趟，送去劝降书。遵命，主人。勿谓言之不预。什么狗屁玄天城？哪儿来的野人？也佯装史诗庇护所？什么实力也妄想收服老子的黄金庇护所？做梦！领主，万一那玄天城真是史诗庇护所呢？什么史诗庇护所？吹牛也不打草稿。要是吹自己是超凡庇护所，我好歹还打算验证一番，这样自保家门根本想都不用想，来诈降老子的。那这落魄岭区域的其他领主必然也是被他收买串通一气，准备联合起来欺负老子外来的情报不足，吃下老子这个外乡人。这种时候你要是敢稍微服软，或者让他们觉得你怕了，最后绝对被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再说，就算那家伙真是超凡领主，想要攻下我的领地，也得掂量掂量要付出多少代价，值不值？这是我们在落魄岭立足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可不想再迁移回那个鬼地方了。诸位，外面那群自称玄天城的家伙派人送来劝降信了。他们以为收服了那些软骨头，占领了落魄岭，就能把我们当成猪狗一样奴役。实话告诉你们，那个领主就一个剥皮抽魂的暴君。落魄岭其他归顺的领民，无一不被挖空了内脏，抽走了灵魂，变成了只会听命令的骷髅架子鬼物。所以，我们宁可战死，也绝不能活着落入他手里，变成被他改造的奴役。否则，你们死后的灵魂
都要沦为永世不得超生的鬼物奴仆，宁死不当白骨奴隶！将军饶命！狂狮大人虐待我们，我们早就想投降玄天城了，求您放我们一条生路吧！降者不杀，起开！哼，外壳挺硬，那就给老子彻底埋在地下！哈哈哈哈！管你是什么不死军团还是玄天城先锋，给老子老老实实烂在地底下吧！大古他们遇到了麻烦。哼，这狂狮营地区区黄金庇护所竟如此猖狂，简直是自寻死路。难道也是被某些阴险的鬼物控制、疯魔了不成？沈城主怎么在背后偷偷说人家的坏话呢？分明是你自己先对号入座吧。还有，你又不请自来，还是用这副样子来吓人，倒是先找上茬了。上次沈城主不是对我擅自现身不满吗？所以这次我是用精神意念体的方式与你交流，所以你看到的至少我的精神力量，并不算我真的出现在你面前。有事说事。我想告诉沈城主不用担心，你的名古战将没死，只是掉进了狂狮营地底下的陷阱里。大古怎么会中陷阱？那个领主使用了一种超凡未及的特殊手段维护他的统治，把上千领民彻底洗脑。现在坚信玄天城是剥皮抽魂的魔窟，宁可战死，自杀也不肯投降。既然给脸不要，那就踏平他们。这真是史诗庇护所！王师，看在同为人类领主的份上，我不愿大开杀戒。现在打开门，放出我的仆从和士兵，立刻跪下认错。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命，也绝不伤害你的子民。少在这里假惺惺的猫哭慈悲。91号是吧？别再骗人了，没人会相信你的鬼话。有本事你就直接攻城，把我们全杀光。我的子民宁愿战死，也绝不沦为鬼屋的粮食。宁死不当白骨奴隶，大国外界。沈城主等等，怎么，你想替这个人类求情，还是想挑选女子融入母巢？我并不是同情他们，而是为了你。晋升传奇领主需要积累100万人口，白白杀光多可惜。不如眼下难题交给我来解决吧，不用你动手，他们只是被蛊惑了而已。你还好意思说出这种话？什么叫他们只是被蛊惑了？合着你那母巢里沉眠的人就不算被你蛊惑了？那怎么能一样？人家那是自愿加入的。你打算怎么做？那个狂狮领主使用的不过是区区超凡位阶的游戏道具，才达到蛊惑领民的效果，而我只需轻易出手，以史诗的位格，便可瞬间抹除那些精神钢印，让他们恢复清醒。哦，你既然能轻而易举地解除这种精神控制，那么你是否也能将母巢内那些已经融合成一体的人类意识原封不动地重新分离出来？理论上并非没有可能。那你可不可以试一下？想得美！分离意识要承受灵魂撕裂的万分痛苦，就算我的本体答应与我融合的那些女子，也没有一个愿意承受这种折磨，更别提让他们清醒地重新面对这个荒芜、破败、充满死亡的末日世界。留在虚幻的梦境里苟活，还是清醒地面对残酷的现实？就算是史诗领主又怎样？他真敢当众屠城，我就把这里的画面全频道直播出去，让他身败名裂。现在还不动手，肯定是怕了。哼，地位越高的人，越是会爱惜羽毛，注重自己的道德和名誉。沈主，你怎么不敢开炮了？整个落魄岭区域的领主都在看着呢。
有本事你就把我们全轰成渣！来呀，让他们都看清你的真面目！开始吧。如你所愿，亲爱的沈城主。我这是在干什么？是皇室，我们被他骗了。不可能！发生了什么？超凡道具的效果怎么可能被这么轻易破掉？你不是人，神主，你根本就不是人类，你是鬼物，你是披着人皮的邪魔！去吧。竟敢小瞧我，派这么个娘们儿也想拿下我的庇护所，给我开火，撕碎他！给老子死！沈城主，我愿意交出一切。你不配。全区通告：落魄岭区域已被人类领主势力玄天城完全占领并统御，特殊全区 buff 已激活。落魄岭区域内，玄天城所属全体人类、途中及建筑受到的敌方及鬼物伤害永久减免20%。果然，游戏真的在鼓励领主与其他领主发生战争，扩大和统一领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应对永夜鬼潮的必然趋势。从这一点看，分裂和独立早晚被鬼潮逐个击破。人类只有团结起来，才有活下去的希望。下一步就是核废墟了。核废墟的人口数量比落魄岭多出数倍。沈城主是想拿彻底根治地下城辐射病的药方，去收服张城主和0号地下城吧？那还说什么了？药方拿来吧。拿去吧，免费赠送。这么干脆，免费才是最贵的。同乐者，你以为让我欠你几个人情，我就会真正开始接纳你，甚至相信你一个鬼物？提出你的条件，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施舍。那好吧，我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如果将来有一天，当你有能力彻底杀死我的时候，希望你可以看在今日的份上，留我一命，不要赶尽杀绝。需要将这一条加入盟约里吗？不必，我知道你戒心重，讨厌被强制盟约拘缚，就算我要求，你也不会答应，所以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口头承诺即可。口头承诺？没有条约之属，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想用真诚来软化我？鬼物与人类天然对立，他的母巢对内城威胁极大，我绝不可能把背后交给他。好，我承诺你，若有那天，我会尽量考虑留你一命。谢谢沈城主了。下面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谈怎么征服，哦不对，是收服核废墟吧。即将来临的第3次永夜，就是你收服核废墟的最好时机。上一次永夜全靠高小兰的外星母舰和0号地下城京城合作与史诗鬼物拼命，但高小兰的母舰被严重辐射污染，高小兰本人身体也濒临崩溃。这一次单凭0号地下城绝无可能撑过去。难怪当初张城主死活不肯参与我和高小兰的恩怨，他很清楚，高小兰赢了也护不住核废墟，如果高小兰输了，他若动手，就会彻底得罪我这个潜在盟友。等等，核废墟不是有3个事实领主吗？除了高小兰和张城主，这第3个事实领主为什么从不露面？那个人的庇护所建在核废墟最危险、辐射浓度最高的源头，那里连鬼巢都不愿意靠近，所以前2次永夜对他毫无影响，让他得以暗中疯狂发育。他现在的真实实力，比起你的玄天城也是丝毫不弱，而他也是你征服核废墟区域最大的阻力。此人的庇护竟然建在那种地方，比我玄天城也丝毫不弱。天彻底黑了，灭了！感觉比前2次更冷，幸好玄天城的圣火能驱散寒冷，有城主在，我们一定会没事的。世界通告：第3次永夜已降临，本次永夜将持续2个月，请新世界所有区域的幸存领主做好应对准备。沈
城主救命！落魄岭东部出现了2只催城者，城墙要塌了！兽潮太多了，请求玄天城支援！永夜鬼潮全面降临了，落魄岭各处都出现了催城者级别的巨型鬼物，至少3只，而这还只是第1天的开始。我是落魄岭的锋军，不能坐视不管。要不要古龙留在这里，去给他们解围？以古龙的力量，解决目前的鬼潮绰绰有余。不行，难保之后落魄岭不会刷出史诗级鬼物，古龙单独留下也会有危险。可如果玄天城留下来保护他们，那就无法支援核废墟履行盟约，更别提收复核废墟。等永夜过去则毫无意义。核废墟区域一旦彻底沦陷，人口死光，之后想满足传奇晋升条件就更麻烦了。检测到落魄岭已达成100%区域统一，触发区域风军特权天灾引流。开启后，本区域所有降临鬼物将被强制嘲讽，全部牵引至主城玄天城所在坐标，且风军可以手动提前鬼物的刷新时间，缩短永夜持续时间。是否开启天灾引流？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全都冲我来，正好省得我到处去找。打不过大不了躲到天上去。所有鬼潮冲的方向好像是玄天城。是沈城主，沈城主把整片区的怪物全引过去了，以一己之力庇护整个落魄岭。沈城主竟然能做到这一步，简直宛若神灵啊！看来催城者吃不到建筑，自愈的能力也大打折扣。送上门的明石，不要白不要。基于天灾引流权限，领主现在可提前开启第2波永夜鬼潮。提前开启的鬼潮中，明石数量与宝物掉落概率将得到提升。是否开启？确认。落魄岭的强度不过如此，不知道核废墟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个女人死了，这片废土上的人类血池全是我的。城主，那是什么怪物？他身上的那些机械看起来怎么那么像高小兰自爆的那艘外星母舰？这就是上次我和高小兰联手才勉强击退的那只史诗鬼物。他没死，还融合了母舰的舰体，等级也提升到了9级。他撕碎6级庇护所跟撕纸一样，而且他好像正在往我们这边赶来。这鬼东西还知道记仇！快，开启最高频紧急频道，给我联系玄天城，联系沈主。沈城主，核废墟遭遇9级史诗鬼物袭击，0号地下城已被破开外围，10数万人危在旦夕，求沈城主履约支援，求您救救我们！老天，落魄岭那边怎么这么多鬼潮？比我们这儿都一点不弱，好像整个区域的鬼潮都在包围玄天城。自顾不暇，完了完了！沈主现在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该如何是好？就算等他解决下落魄岭的麻烦，腾出手来，我们0号地下城早就被这怪物吃的连渣都不剩了，为时已晚，指望不上他了。
看来所谓的末日游戏根本就没有给我们人类留一线生机。既然如此，当初还不如跟着地球一起毁灭算了。这家伙虐杀贪玩的毛病又犯了，短时间内是回不来。获得史诗级一次性道具血怒城防狂暴符文，效果使用后，城防武器下一击的杀伤力提升至500%。全区通告：因落魄岭区域风军击退全部鬼巢，本次永夜提前结束。领主大人，这恐怕是末日游戏来临以来持续时间最短的一次永夜，给沈城主立金神雕像。领主大人，带我们全员加入玄天城吧，沈城主才是能拯救我们的神灵啊！凝石加50，凝石加100。外域来的庇护所，来得好，正省得我赶路。当初2个世氏领主合力都没能杀我，反而成了我的身躯。庇护所会飞又如何？也难逃一死。血怒城防狂暴符文已激活，暗星轨道炮杀伤率暴增至500%。开炮！获得实施级建筑控制信物戒壁结界令牌，功能可开启并支撑起覆盖整个落魄岭大区域的戒壁结界。激活条件需在落魄岭东南西北4大要塞填入4枚戒壁阵眼晶核方可生效。戒壁结界，只要集齐4个阵眼晶核，落魄岭就能彻底固若金汤。现在落魄岭被我彻底统治，搜集应该不难。之后玄天城留下来，清理了围攻地下城的所有鬼巢，将爆出的数万名石全部收入囊中。同时，我将根治辐射病的药剂交给了张城主，换取了他数万名石。全区通告：长达2个月的第3次永夜已结束。依靠这次永夜的收获，天穹之塔被我成功提升至9级。征服核废墟的第一步只是收服了人心。这片区域还有一个史诗领主从未露面，如果不解决掉他，统一核废墟便只是空谈。但就在我专心谋划如何征服这片废土时，还不知危险已经悄然逼近身边。城主、执政官女士，我们抵挡住了第3次鬼巢，尤其城主大人，现在整个落魄岭区域都视您为神明，属下敬2位。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今夜没有军规，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真希望这种快乐能变成永恒，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辛苦劳累，那该多好。有我在，你可以放心。如果太累，不妨把担子放一放，交给萧晴他们。没什么，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美好，能替你分忧，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没有痛苦，完美接纳我。我想帮他。月鱼，沈竹，我怎么出来了？我梦游了吗？回去睡觉。城主，内城东区和南区出现不少女性集体嗜睡的情况，她们白天深度昏迷，半夜成群结队，无意识地走向隔离墙，试图靠近母巢。然后呢？她们都声称梦到了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立刻加强监管，所有出现症状的领民一律隔离监禁起来，由不死族去接触。沈竹，这样会不会不太合适？为什么要监禁？他们是无辜的，目前还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举动。既然母巢能让他们安然入眠，又做了美梦，这也许不算什么坏事。月鱼，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只是提个建议。萧晴，按我说的做，违令者，律法处置。亲爱的，还不休息吗？你最近似乎变得很不一样。怎么了？你不喜欢吗？明明我能感觉到你比以前也更投入。谁知道你是不是对我动用了精神方面的能力？可是我的能力只能探查宝物，顶多能附带感知到鬼物的气息。难道你是在怪我魅惑了你吗？亲爱的，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改正。好了，同乐者，让我们打开天窗。你是什么时候能够附身月鱼的？你的敏锐令人赞叹，亲爱的沈城主，你是怎么发现的？你之前在我身上留了东西，我自然对精神方面的异常颇为敏感，而且很多事月鱼根本就做不出来，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掩饰，故意等着我发现，对吗？可惜了，我还准备以他的身份多陪你度过一段过家家的幸福时光呢，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快摊牌，我以为你会装作不知情，继续享受我带给你的快乐呢。我不明白，按照盟约，你应该不能对我的领民出手才对。可那些嗜睡做梦的女性领民和月鱼是怎么回事？只要我主观上没有对你不利的意图，一切行动都不受盟约限制。那些女子不过是距离我母巢的位置过近，不知不觉无形中受了影响，我实际并没有出手。至于月鱼，是个秘密。对了，沈城主，我在楚月鱼的深层记忆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你拥有着不属于一般领主的力量，能够点化万物。我说的没错吧？不好，这该死的鬼物竟然还能读取记忆。这正是我渴望的。本来我的本体可能永远也没有晋升传奇未捷的机会，但舍幸上天让我遇到了你，沈城主，你不愧是我看中的人类。原来你想让我点化母巢，帮你完成史诗到传奇的跨越，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别忘了，只要盟约一到期，我的轨道炮能瞬间把你轰成渣。你说的对，物理层面上，我现在确实是个活靶子，只要你一声令下，轨道炮能把这具身体连同母巢轰得连渣都不剩。你没有选择。但沈城主，你敢下令吗？月鱼的意识已经与我们的意识融为一体，如果母巢被毁，你可能就要一辈子守着一个植物人妻子了。之前试探同热者时，他似乎隐约透露融合的意识还能分离。这么说，月鱼的确还有挽救过来的希望。而且，你觉得是你毁灭母巢的手段更快，还是我的精神力量速度更快？可惜，月鱼已经被我点化过一次，成为了超凡的领民，不能再被点化。否则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将同乐者的意识从月鱼的身体驱逐出去。而且点化目标，并不能让目标变成完全听令于自己或者值得信任的人。若是作用于敌人，反而可能让自己身处更危险的绝境。别这么紧绷，沈城主，这是一场双赢的交易。只要你答应点化母巢，帮助我晋升史诗之上，作为回报，我将与你签订系统认证的永久盟约。第一，我会彻底收回铺设在玄天城内的精神网络，主动收回精神力量对你的领民的影响和渗透。第二，晋升传奇位阶的同乐者母巢将成为玄天城最坚实的盟友，竭力登上新世界的王位。第三，也是你最在意的，所有意识与我融合的领民，包括你心心念念的月鱼，我们将完好无损地归还他的自主意识。你既然读取了他的记忆，就该知道我这个人从不相信所谓的神明与鬼物。你们的承诺比废土上的垃圾还要廉价。所以我愿意将这些都写入盟约。你应该相信末日游戏的规则，没有人能够违抗。如果母巢违背盟约，我自然将遭到盟约规则的抹杀。听起来很完美，但你终究是鬼物，而不是人类领主。盟约是否生效，我都还不确定。我甚至怀疑你一直在演戏。
扮演被盟约束缚的假象，让我放松警惕，才成功同化了月余。如果不受盟约束缚，当初我进入玄天城的第一时间早就动手，没必要一步步让你快速成长，拥有可以弹指毁灭我的力量。相对的，你也可以对我出手。那也只是暂时的。如果你晋升传奇之后，获得了远超现在的力量，完全有可能直接切断或者挣脱盟约。到那时，谁来对付一个全知全能的怪物？你说的这种风险确实存在。看看倒计时吧，盟约即将到期，点化我，帮我晋升传奇，是你唯一能保全玄天城，也保护楚月余的方法了。我不答应。你用着他的声音，模仿着他的神态，试图用他的安危来瓦解我的理智。更何况，真正的楚月余是否活着，尚且未知。或许现在剩下的不过是受你操控的一具空壳，空手套白狼的戏台搭好了，但我不会上场。人类的多疑真让人头疼。不过，沈城主，如果我手里有一张你无法拒绝的底牌呢？我在接管这具身体的潜意识时，检测到了一个微弱但确实存在的生命体征。你前往核废墟之前留下的血脉，正在这具身体里孕育。你是说，他？表情不错，看来这筹码够重。为了证明我没撒谎，也为了让你确认他还在，不如你们亲自聊聊。沈竹，别听他的，别答应他，别管我。如果因为我让你受制于他，我一定会死在你前面。真是感人，孕育生命的人类总是格外脆弱又伟大。沈城主，我的时间有很多，但别忘了，盟约即将到期，你考虑的时间只剩7天。阿美，你醒醒啊！你不要我跟孩子了吗？那是吃人的怪物啊！吃人？不，那里没有劳累，也没有永夜的恐惧，那里只有永恒的极乐。城主救不了我们，但同乐者大人可以。阿美！长官，我不能开枪，前面走过去的是我亲妈呀，我怎么能对她开枪？稳住防线，使用非致命武器阻拦，绝不能让他们靠近母巢。沈竹，你这个骗子！你说玄天城是绝对安全的净土，可现在鬼物就在城里吃人，交出那个女鬼物，要不然就用大炮轰碎母巢，跟她同归于尽。城主，李明受到某种精神力量的干扰，请问是否要动用不死族军团进行武力镇压？无所谓，以他们的力量，根本冲不破不死族构成的人墙。实在不行，就先把他们关起来。可是城主，退下吧，我一定会解决此事。沈城主，你引以为傲的秩序和底线，在绝对的极乐诱惑面前，似乎不堪一击呢。停下！我没有杀人，是他们自己害怕死亡，自愿选择了拥抱永生。想要救剩下的人，保住你未出世的孩子吗？很简单，用你的金手指点化我，只要我成为传奇，他们的意识自然可以在我体内安息，我也可以把月余还给你。我可以点化你，但我有条件。条件？沈城主，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你大可以试试，如果不答应，大不了大家连同这座母巢一起化为灰烬。带上它。精神压制类道具，效果仅仅是削弱并封锁佩戴者的10%的精神力量。亲爱的沈竹，我还以为你拿出了什么了不得的杀器。我的母巢里拥有数千人的精神力加持，就算被你削弱这可怜的10%，你也赢不了。既然你不怕，那就带上。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还有系统认证的盟约？在盟约期内，无论你用什么道具，都无法对我造成致命伤害，更不可能消灭我。我成全你。来吧，让我看看你的手指究竟能带给我怎样美妙的体验。好。史诗庇护所天穹之塔等级已提升至10级。还在做这些无用的垂死挣扎，就算你耗尽底蕴，
把圣火从9级升到10级又怎样？在盟约生效期间，这点小火苗根本威胁不了母巢。有没有作用，试过才知道。点化失败。怎么回事？全部失败了！你的领主天赋，在月余的记忆里，好像从来没有过在一天之内出现100%全部失败的情况。本来就不是每天100%能出保底，越是高阶的生命体，排斥反应就越强烈。你急什么？不对劲儿，整整6天了，沈竹的点化为什么总是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难道是因为这具母巢吸收了太多低等女性的潜意识，几千个的意识强行融合在一起，导致我的精神过载，从而无限拉高了同化与进阶的难度？或者是楚月余？沈竹，你真的是在全力助我突破吗？连续6天的失败，这很难不让我怀疑，这根本就是你为了拖延时间而放出的烟雾弹。你在耍我！我连命都压在盟约条款上，拖延时间对我有什么好处？等7天一过，如果你没有晋升，盟约失效，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你的精神体过于庞大，内部融合的意识太杂，又是史诗鬼物，哪那么容易直接就晋升传奇？排斥反应在所难免。但只要一直尝试下去，总会有触发变异的一天。哼。沈竹的求生欲不似作伪，也对，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不过是蚂蚁的挣扎。他只能寄希望于盟约条款，不管是算力过载的问题，还是他可能迷惑我的烟雾弹，都已经不重要了。他不可能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招。今天是盟约到期的最后一天，沈竹，你就算故意拖延时间也没有用。点化已经到了最关键的瓶颈，只差最后一点就能突破排斥屏障。我要续签盟约，延长7天。我凭什么答应你？就凭你渴望晋升传奇的力量。但续签有条件，我要求增加一条新增条款。什么条款？如果点化最终成功，你必须保证永远不得伤害我领地内的所有人。而且这条合约的期限无限延长。无限延长，永远不伤害你和你的领民。好啊，毕竟伤害你们对我本来就没有好处。我答应你，我看你这最后7天还能翻出什么浪花。盟约已更新，附加条款已生效，期限延长7天。点化成功，目标同乐者实施鬼物，触发神秘变异，变更为4维母巢，准传奇。成功了，这就是传奇的力。等等，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带上项圈的只能是猎犬，你不配支配月余的身体。不，为什么会这样？不该是这样！沈竹，你算计我！我明明帮你那么多次，为什么？沈竹，我们成功了。我这是在哪儿？我不是在极乐世界吗？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明明不想醒来，我想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人的意识都分开了，甚至连母巢都消失了？为什么？我甚至感应不到母巢的存在。因为神秘变异的关系，你的鬼物本质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同乐者，而是4维母巢。所谓4维母巢，自然是没有实体的。那为什么我们的意识被强制分离了？
因为这一次点化，我成为了母巢的主意识。你说什么？主意识？为什么是你？明明我才是母巢的意识本身，也就是说，你竟然夺舍了我的母巢！你之前不是一直用同化这个词吗？怎么现在还珠比身又成了夺舍了？你要这么理解也没错，我确实成功夺舍了你的母巢。换句话说，现在晋升为思维母巢的是我，只是思维母巢没有实体，而在我的精神之中。是你在点化的时候做了手脚。点化的结果和成功率完全随机，我无法干预。但我可以。我曾经接受过沈竹的点化，精神力量远超常人，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并没有将我完全同化。我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清醒，并把真正的自我意识藏在母巢精神网络的最深处。我不但没有被完全同化，反而暗中接入了你那融合了数千人的庞大算力网。每次沈竹点化的结果，我都能够提前占卜到。所以你占卜到这次结果对你们最有利，甚至让意识分离，母巢消失，让你成为主导。不错，之前绝大多数的点化成功的结果都是维持以你的意识为主导的现状，只有这次不一样。这也许跟我的精神强度与你差距不算太大，且保持一定独立清醒有关。原来一直是你在暗中捣鬼，可是你怎么能影响点化的成功与否，甚至让本该成功的点化强行转向失败？你读取过我的记忆，那应该记得当初沈竹第一次点化我的时候，如果兽体感到害怕、紧张或者极度抗拒，身体的磁场就会与点化产生强烈的排斥，从而导致点化失败。所以这6天多里，你都在母巢内部强行抵抗，产生排斥的磁场。不对，如果是你暗中捣鬼，或者潜伏在母巢的精神世界，甚至调用母巢的力量占卜，我不可能丝毫没有察觉。你一开始没有察觉，应该是越于自身的精神特殊，而且你能够同化的意识应该已经快达到了极限，所以对自身状况无法很好的察觉到细微异常。至于后，好吧，我承认，你的道具和圣火确实对我的力量产生了压制，以至于你们暗中合谋算计我都没有察觉到。是我输了。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吗？你还记得吗？我曾请求你在有机会杀死我的时候留我一命，不知你是否打算遵守这个承诺？你应该知道，末日之中承诺最不值钱。还有什么遗言吗？沈竹，正是因为承诺遵守的人少，所以才显得珍贵。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放过他，让他离开玄天城即可。为什么？在潜伏母巢的过程中，我确信他对你和玄天城都没有恶意，就算最终点化成功，也会继续帮助你。只不过为了逼你答应点化，手段确实过分了。当然，我最后都听你的。既然是你帮我解决了这个巨大隐患，那他就交给你处置了。但我还有一件事不理解，既然同漏者受限于盟约，无法同化领域意识，为什么你会？只要是为了你，多危险的赌局我都敢上牌桌。你是说，你是主动？所以，你故意找上同乐者，以身入局，让他……这个世界的末日太危险了，高小兰跟同乐者的危险性相比都不算什么，何况未来还有更多未知的致命鬼物等着我们。当时你正在和古晶前往核废墟探索，我怎么能让你在前方拿命冒险的时候，后方还存在着一个随时颠覆玄天城的史诗鬼物？我必须帮你除掉它，为我们的庇护所和领民。但如果我的意识与它融合，至少他对待你应该会更好一些，确保他不会伤害你。而且我不是莽撞冒险，在秘宝世界中，世间万物只要蕴含能量，皆有其核心与价值。当我注视母巢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它的本质结构。同乐者的确精神力量庞大，它吸收了数千名女性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安宁的期望，建立了一个绝对理智没有痛苦的极乐网。致命的弱点，它的网络里容不下一丝一毫极致自私且非理性的极端情感，它无法解析，更无法同化这种情绪。一旦强行吞噬，就会像精密仪器里卷入了一把钢刃，这就是可以利用的破绽。在那个没有时间概念的精神海里，他用尽一切办法想抹去我的记忆，让我沉沦在虚假的极乐里。
玄天城不需要你用命去换。可是沈竹，比起被你保护，我更想做那个能让你在末日里毫无后顾之忧，永远可以背靠着的人。怎么了？自从你掌控了同乐者的部分记忆后，就一直心神不宁。沈竹，我刚在同乐者最深处的记忆碎片里发现了一件事，有人曾经向和服社区深处投放过一枚母巢的畸变死卵。有人？是谁？不知道，那段记忆很模糊，投放者的面容和特征完全是未知的。但这枚死卵绝不简单，我也不知道它在和服社区那种极端环境下会引发什么样的恐怖异变。沈城主，和服社区出大乱子了！张城主，我明明给你了治愈辐射的药剂和药方，怎么还有辐射病的病人？实在没办法了，和服社区近期的辐射指数呈几何级飙升，极度反常。外层的流云营地已经彻底被高浓度毒物淹没，变异怪物也开始暴躁发狂，根本没法生存。几何级飙升，难道是核废墟最深处那枚畸变死卵孵化了？未知的投放者畸变死卵，反常的辐射暴增，看来核区的水很深，如果不拔掉这颗钉子，迟早会反噬。核辐射区源头极度危险，这次探查很可能九死一生。你们确定要去？沈城主，没有您，我们兄弟几个早就死在荒野了。别说是探查辐射区，就算是下地狱，我们也绝不皱一下眉头。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面护盾原本只是超凡位阶，对付寻常鬼物尚可，但要去核区深处探查未知的强敌，这点防御还远远不够。点化成功，触发高级变异，超凡道具重型合金护盾异变为史诗道具天穹像式盾。捏碎核心晶体，可召唤天穹之塔的虚影跨界降临，形成绝对防御阵列，并释放一次毁灭性的微型轨道炮火打击。这件道具遇到不可敌的绝境时再用。多谢城主赐下神器。这是纯净版高阶药剂，已经剔除了任何辐射和畸变副作用。出发前喝下去，不仅能让你们在核区毒物中保命，还能让体质脱胎换骨。纯净版高阶药剂，这在核区黑市可是拿命都换不来的神药啊！有动静，全体击背！大家当心，这情况不对劲！怎么回事？这种边缘地带的低级辐射兽，平时脆得像纸一样，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自卫能力？而且刚才他们冲锋时，完全是不要命的狂暴状态。队长，你看罗盘的反应，这根本不是自然散发的背景辐射，就像一颗巨大的心脏。正在有规律的向外泵血。你是说，是那枚畸变死卵？没错，那东西不仅在污染环境，它散发的特殊辐射频谱正在疯狂强化周边所有的怪物。如果不搞清楚它到底藏在哪儿，是个什么状态，一旦它彻底孵化爆发，整个落魄岭甚至玄天城都会遭殃。队长，前面的辐射浓度和怪物强度肯定更恐怖，我们要不先撤回去向城主汇报？有着神器防身，区核区深处还能拦住咱们？必须把坐标摸清楚，才对得起城主的信任。走！启禀领主大人，外围警戒线传来消息，发现了2支不知死活的人类小队。他们不仅闯入了我们的领地，还在大肆猎杀受神断强化的变异怪物。看衣服的徽标，是0号地下城和玄天城的人。
那2支人类小队不仅没被毒雾毒死，还在外围疯狂清理我们的辐射怪物，似乎是想保护逃难的流民。哼哼，保护流民？呵呵，真是群令人作呕的伪善圣人。他们以为杀光了几只低级怪物，就能当救世主了？愚不可及！在这片核废墟里，同情心就是最廉价的垃圾。去，把血莲小队放出去。血莲大人们，杀几只小老鼠，用得着？告诉血莲，别让他们死得太痛快，我要他们亲眼看着希望破灭，体会什么叫真正的绝望。人在极度恐惧和痛苦中流出的鲜血，味道才是最甘甜的。是，属下这就去办。随他们杀吧，杀得越多越好。怪物死绝了流干的血气，才是激活血肉矩阵的最佳养料。还有这颗天降的神秘死卵，我不管是谁扔的鬼东西，既然落在我手里，就是我称霸的底牌。等着死卵孵化，张城主那只老乌龟就再也挡不住我了。踏平0号地下城，吞了0号反应龟，有了无限能源，新世界的王座必有我一席之地！结阵，反击！能在河区把体质拉高到这种程度，可惜位阶的差距是你们永远无法弥补的。药剂和装备确实不错，竟然能让你们这群底层垃圾挡住我一击。高阶变异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河区深处引发辐射暴增的那颗死卵，是不是你们搞的鬼？哼哼，将死之人告诉你们也无妨。竖起耳朵听好了，我们是黑日领主麾下的血莲小队。黑日领主，你们放出辐射怪物屠杀外围的流民，到底有什么阴谋？阴谋？哈哈哈！不，那是领主大人的恩赐。拼死拼活想要保护的那些难民，不过是领主大人用来有养血肉矩阵的极品肥料罢了。拿活人当肥料，这群没有底线的疯子！疯子，这叫新世界的法则。你们这身被药剂强化过的血肉，一定会让矩阵非常满意。去地狱里狂吧！聒噪的蝼蚁。怎么不挣扎了？拼了命跑来送死，却连我一招都接不住。你们那位缩在城里的主子管过你们死活吗？懂个屁！我们是玄天城的人，沈城主不会放过你的。玄天城，哈哈哈哈，就是那个号称史诗庇护所，却连核辐射区都不敢降落的玄天城。怕辐射怕得要死，躲在几千米高空不敢下来，就派你们这些蝼蚁炮灰出来送死，配叫史诗庇护所？简直笑掉大牙！他连自己的领民都护不住，还指望他来救你们？别做梦了！等我把你们剁成肉泥，那个缩头乌龟连屁都不敢放一下，一条忠诚的废狗。等我把你剁成肉泥，我会亲自去把你们那位狗屁城主的脑袋拧下来当球体，从头下地狱去吧！老子是打不过你，但我家城主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你和你背后那个领主一起挫骨扬灰。城主，这就是城主的力量。互相包扎伤口，互相搀扶，继续深入。那个什么狗屁血肉矩阵的坐标和情报，今天就算把咱们几条命全接进去，也必须给城主带回去。天穹降世盾被捏碎了，能逼出这件底牌，
核区深处的危机比预想的还要棘手，甚至加强后的辐射区域还会扩大，侵蚀周边区域，连落魄岭都要遭殃。对了，你让附庸领主们搜集的戒壁阵眼晶核已经找到了3颗，都送过来了。3颗，只要再找到最后1颗，我就可以掌控落魄岭戒壁结界。只有戒壁结界才能阻止辐射扩散以及未来更多的变数。一个叫赵峰的家伙起了贪念，背叛了当地领主，带着阵眼晶核跑了，往我们这边赶来。带走了晶核，看来是想找我们换取好处。赵峰在晶核里种下了特殊手段，只要他一死，晶核就会在0.1秒内触发崩毁，0.1秒的血气崩毁，在荒野上根本来不及阻止，难道只能受他要挟？等等，我有办法让你顺利得到最后那枚晶核。你？我可以用精神力强行冻结他的意识波动，让他的精神瞬间陷入停滞。只要意识停了，血气就无法触发崩毁。但是我的精神控制有距离限制，最好让他在我的精神力覆盖范围内，才能瞬间出手。我亲自去一趟荒野，你把他的位置信息和途经路线占卜给我。你这是要？不能抢，也不能下，我就不妨顺着他，让他带着美梦，心甘情愿、安全平稳地交出晶核。此人如果识相，我当然不介意给他一些好处。要不带上我？玄天城不能没有主事的坐镇，而且我也想出去逛逛。救命！别吃我！我是东部联盟领主，我有的是兵士。雇佣兵。哼，算你们运气好碰上了我。听好了，老子是黑石庇护所的将官赵峰，你那个戴口罩的，赶紧去车里给我找瓶干净的水。还有你这白头发的女人，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来给我包扎伤口？只要护送我去玄天城，伺候好了我，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脾气别这么大，既然这位老板出手阔绰，这趟护送去玄天城的活咱们接了。哼，算你小子识相，把老子安全送到玄天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哼，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前面探路？要是老子出了半点差池，你们一辈子都别想在落魄岭混了。那白头发的女人傻站着干什么？老子今天走了一天，腿酸的要命，赶紧过来给我把腿捏舒服了。你想死？行了，老板，我这同伴脾气不好，荒野上过夜还是互相留点余地比较好。哼，脾气不好，老子见过的倔货多了，打一顿就老实了。不过说实话，你这白头发的护卫虽然脾气臭了点，但身材是真带劲儿。喂，口罩男，老子跟你谈个生意，你把这女人借我一晚，明天到了玄天城，我给你加3000颗冥石。你这种底层流浪猎手，刀口舔血干1年都赚不到这个数吧？你敢动老子试试？老子手里的晶核一捏，整个东大门都炸了！你们还想不想到玄天城混了？我这同伴认死理，只认钱不认人，下手没轻没重。如果弄伤了老板，耽误了您去玄天城的大生意，那才叫亏大了。哼，算你会说话，老子不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不过你记住，到了玄天城，老子自然有办法让你这女人乖乖听话。行了，我这同伴脾气不好，有什么大生意不如亮出来看看，让我们也开开眼。哼，没见识的底层垃圾，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掌控命运的筹码。看到了吗？这可是掌控落魄岭戒壁防御结界的阵眼晶核，没有它，落魄岭就是个谁都能闯入制造麻烦的漏风屋子。听说现在核辐射区怪物暴动，玄天城的那个沈竹肯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着统一防线，抵御扩散的辐射。没有我手里这块晶核，他的大军根本不敢离开落魄岭半步。以为城主会在乎这个？他不在乎也得在乎，只要我带着晶核到了玄天城，就能狠狠拿捏那个沈竹。我要他直接给我内阁首席执政官的位置，还要他每个月乖乖上交3成的冥石收益，还要是敢半个不刺，大家就鱼死网破。你们2个老老实实护送我过去，等我掌了权，赏你们口饭吃。要是敢不听话，我让你们在玄天城生不如死。哦，用这个晶核要挟沈城主，要他执政内核的位置，还要他3成的收益，那你可得拿稳了。
连血灵小队都被瞬间抹平。好一个玄天城，好一个沈竹，手下人居然这么有能耐！传我司令！领主大人，请指示。带上你的血肉畸变军团，给老子平推出去！我要把那几个坏事的杂碎碾成齑粉！你干什么？装神弄鬼！晶核的能量变动，引来了野狗。怪物，快！雇佣兵，快给老子挡住他们！这女的战力太恐怖了，这男的也邪门的很。等到了玄天城，他们万一拿实力要挟我，跟我抢功劳怎么办？不行，现晶核的功劳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想个办法在城门口弄死这个男的，把女人抢过来。发财了！交出这块晶核，首席执政官和3成收益就是老子的。长官停下！我是黑石领地的赵峰，前来投靠。我来献上戒臂结界的镇眼晶核。快把那个戴口罩的男人抓起来！他是何区来的奸细，一路上想抢我的晶核。这奸细异常危险，请求长官立刻就地处决他。城主，沈主，你昨晚说你要要挟谁，要拿我几成的收益？沈主，这块镇眼晶核绑定了我的血气，只要我一死，晶核立刻就会在0.1秒内触发崩毁，到时候无法开启戒臂结界，落魄岭的东大门直接向河区怪物敞开，大家鱼死网破。在荒野，我确实来不及阻止，所以我只能顺着你的野心，让你心甘情愿、安安稳稳的把晶痕亲自给我送进玄天城里了。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我现在就引爆他！精神冻结生效了。提示：黑石镇眼晶核已洗炼完毕，结界戒臂最高掌控权夺取完成。城主饶命！现在求饶，晚了。队长，罗盘的反应已经到极限了，前面那片区域辐射强度是外围的上百倍，血肉矩阵的核心肯定就在里面。都记清楚了，矩阵的结构、能量流向、核心位置。咱们这次是探查，不是攻坚，摸清了就撤，绝不能贪功冒进。放心吧，队长，沈城主给的神药还在起效，这帮辐射怪物连咱们的影子都摸不着。等等，地下有东西在往上顶。我的天，这是什么东西？几只小老鼠也敢闯到领主大人的禁地来！好丑的鬼东西！你们杀了血灵小队，毁了外围监控节点，领主大人很生气。不过没关系，你们的血肉只能的养料。这皮也太厚了，机枪根本打不动。不错，比血莲那些废物强多。可惜，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挣扎都是徒劳。闪开！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根本破不了他的防。队长，怎么办？队长，那是狂暴药液，你什么时候藏的？听着，这芯片里有我刚才扫描的血肉矩阵全部结构图，你们两个带着情报走。队长，你精壮留下跟我断后，
你们2个，一个带情报，一个负责保护他。无论如何，必须把东西安全送到沈城主手里。早就想跟队长并肩干票大的了。遗言交代完了吗？说完了，就该送你们上路了。沈城主的大恩，我们兄弟几个这条命早就该还了。今天就当是提前兑现。不，队长，我们一起走，一定有办法的。走，再不走，老子现在就毙了你！走，我们不能让队长白死。哼，想跑没那么容易。来呀！你的对手是老子！把情报带给沈城主，找死！沈城主，属下没给您丢人。该死的杂碎，竟然耽误了我10秒钟！喂，给我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什么人？站住！沈哥，沈哥在哪儿？我要见沈哥！沈哥，队长他没了，副队长也没了，血肉矩阵的情报我们带回来了。黑日领主，沈城主，这是城里面的人听着，交出那领主的部属，否则屠城！沈城主，要不把人交出去息事宁人吧？这可是上万变异大军啊，还有半部士师，我们这小城挡不住的。我玄天城的人，只有我能定生死。沈哥，你们做得很好，我会给你们队长报仇的。装神弄鬼，我们之间的差距不是靠几件破装备就能弥补的！给我上，撕碎他！黑日领主，你的人我杀了。下一个就轮到你，队长，看到了吗？沈哥给你报仇了。领主，说吧，什么事值得你这个时候来打扰我？副官呢？领主，有情报传来，玄天城的沈竹他斩杀了我们的副管，而且探子回报，玄天城不日就要大军压境，准备攻打黑日堡垒。属下担心和沈竹正面交锋，我军恐难以抵挡。要不我们……你担心什么？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吗？辐射区。沈竹再强也是肉体凡差，鱼离开了水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紫卵带来的力量让我日益强大，他敢来，那这片辐射废土就是他的坟墓。领主英明，那下一步是直接攻打玄天城。说你蠢，你还真是蠢得出奇。地下城那个姓张的蠢货上了沈竹的船，沈竹一定也盯上了那个东西。0号地下城，无限核能源。哼，领主是什么？请您明示，属下蠢货，能进博物馆的蠢货。夺取0号地下城的核能源才是下一步计划。通知下去，准备攻打0号地下城。领主英明，属下马上去安排。只要能掌控那个东西，沈竹的玄天城迟早也是囊中之物。辐射扩散后，地下城也受到巨大的影响。库存的抗辐射药剂还有多少？全部发下去。城主，药剂只剩3天的量了。全部发下去的话，我说全部发下去，绝不能让领民因此丧命。
城主，要不要求助沈竹？玄天城那边可能有净化辐射的手段，毕竟……不行。城主，东区已经平定了，伤亡在可控范围内。沈竹这人野心极大，以一己之力吞并落魄岭3大势力，千里迢迢追到合肥区斩杀高小兰。这种人现在没有动作，不代表没有想法。0号地下城立足合肥区这么多年，靠的不是轻信外人。目前他不值得信任，我会想到解决的办法。你我同处核辐射区域，向来井水不犯河水，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约定。你想食言吗？去你妈的约定！这是末日游戏，强者为王，懂不懂？笑话！我地下城是史诗级庇护所，坐拥无穷无尽的能源，还有这钢铁高墙。你带着这些垃圾就想攻破地下城，做梦！哈哈哈哈哈哈！天真，你还以为老子是原来的我？等着，这就让你开开眼！进攻！启动攻击，死守地下城！警告！警告！庇护所结构受损，外围防御完整度下降78%、63%、41%。撤退！全员退回城内第2道防线，做好战斗准备！快！蝼蚁就是蝼蚁，要不是仗着核能源，也配顶接史诗级庇护所。给我继续往前冲！给老子进去！核能源反应堆就在城内，谁先找到，重重有赏！开火！激活！别让他重组！即便你数量太多了，但有售后不办，请求后撤。冲到失守，快速后撤，引他们到潜艇。防御炮塔3，弹药耗尽，通道 A 区失守。将士们，听我号令，守住潜艇，不能让居民区受到牵连。3号、4号炮台集中火力封锁左侧穹顶，即便体在那边集结。稳住阵型，后面就是能源核心区。警告！警告！畸变体数量超出威胁评估阈值。居民区已经被畸变体入侵，我们必须死守最后一道防线，保住地下城能源命脉，这是命令。姓张的，我劝你乖乖把核能源交出来，我还可以留你和你的人一条活路。核能源给了你，没了能源屏障，辐射会在1周内彻底覆盖地下城。你想拿所有人的性命为你所谓的霸业铺路，做梦！那我只好自己拿了。老子给你个机会，赢了我，就放过你们这群臭老鼠。来呀！有本事就从我身上踩过去！嘿！就这点力气，警告：护甲完整度37%、22%、4%。
破甲判定生效，庇护所自动防御系统进入静默状态，领主生命体征极低，应急协议启动。庇护所0号地下城已进入托管模式，领主生命体征濒危。废物东西！哼！这就是地下城的核能源，老子终于拿到了！恭喜领主！来不及了，正在呼叫。地下城被攻破了，黑日领主冲进了核心区，核能源要被抽走了。沈主，我撑不住了。沈主，我们要出兵吗？张城主，帮你可以，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只有一个条件：0号地下城归顺玄天城，核废墟防线由玄天城统一调度。你答应，我就出兵。好。领主，姓张的给沈竹发求援信号了，要不要直接做了他？你懂个屁！老家伙留着还有用处，不就是个沈竹吗？老子等着他来送死。看好这群老鼠，少一个拿你田数。是。小宝贝，多亏你的出现，让我拥有现在的一切，不用在末日废墟中做一只臭老鼠。沈竹，来呀！老子等着你！核辐射扩散的速度超乎想象，照这个趋势，用不了多久，辐射云就会覆盖整个废墟，再蔓延到落魄岭。到时候遭殃的不只是地下城，有人拿末日的废土当养料，狂妄自大到对我的人动手，还敢一次又一次的来挑衅，那我就亲手碾碎他。古基，快速整军，带领3000不死族战士，由古龙开路，远征核辐射区域。遵命。沈竹，你要亲自去吗？为什么不将庇护所？黑日领主要的是地下城的核能源，那东西落在鬼屋手里，再加上正在扩散的核辐射，后果不堪设想。我不去不行。那你注意安全。报告城主，不死族军团整装集结完毕，出发！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沈竹，你钻进辐射区就是找死！我劝你乖乖臣服我，我可以留你玄天城一条活路。笑话，你连自己的窝都守不住，还敢扬言要抢地盘？你今天必须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别以为干掉了高小兰就能称王称霸，这整片辐射区都是老子的地盘，核能源现在也在我手上，我倒要看看你想怎么跟我斗！主人，核辐射区域爆发大规模领主内战，黑日领主打响了第一枪，正集结激变大军强攻0号地下城，目前死伤极其惨重，张城主危在旦夕。按天庭铁律，严禁史诗领主私自内斗，是否需要臣即刻调遣天兵，降下神罚，出面干预此战？干预？一群生存在辐射里的虫子抢食而已，也配惊动天庭的威仪？死光了反倒清静。末日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自命不凡的蝼蚁。回主人，91号领主沈竹以雷厉风行地整肃了落魄岭全境，此刻他正集结其麾下的不死族大军，看其动向，不日便要开赴核废墟，亲自讨伐黑日领主。哦，有意思。朕前脚刚在会议上定下禁止人类内斗、严禁跨区征伐的铁规，他后脚转头就敢举兵开伐，
先是无视天庭的仲裁，如今更是公然将朕的规则踩在脚下。朕本以为他只是一只运气好的家犬，没想到竟是头自以为是的孤狼。天帝，这种不服管教、天生反骨的下等领主，留着也是个祸害，迟早会影响天庭的威信。依奴家看，不如直接降下周天雷霆矩阵，把他连人带那座破塔一并从世间抹除，也好叫下界那些蠢蠢欲动的领主们知道，天庭的铁律可不是摆设。持国天王，你怎么看？启禀主人，臣以为此刻绝不宜出手。天王这是何意？难道要看着天庭威严扫地？枕竹与黑日领主皆是史诗位级别，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无论谁胜谁负，战后都将元气大伤。届时我们出面收拾残局，名正言顺，事半功倍。更何况区区一个新晋的史诗领主，底蕴浅薄，就算再怎么能折腾，也绝对跳不出天庭的五指山。等他把核废墟打理干净了，正好一并收归天道管辖，省得我们还要耗费兵力去清理那些恶心的流民和辐射鬼物。说得不错，蝼蚁。再怎么拼命扩张领地，也终究只是在朕掌心的棋盘上爬起来。让他们打得越凶越惨烈越好。传令下去，天庭按兵不动，开启天眼密切监视即可。等他们分出胜负，耗尽了最后一滴血，朕再来定他们的生死。臣遵旨。沈竹，用力去撕咬这场斗兽棋，希望你这只野兽能给朕多带来一点解闷的乐趣。主人，属下请求出战。宵小之辈竟敢偷袭！他也就这点出息，给我杀！别停！沈竹，就这点本事，靠这群骨头架子也想打赢我？做你的春秋大梦！3000名8级不死族士兵，以1敌100，对付你这些恶心的垃圾，足够了。给老子嘴硬！等你的骨头拆光了，我看你还能站多高！城主，这些怪物外壳太硬，普通武器无法攻破。全体装备晋级魔能武器。领主，他们换了升级的魔能武器，精锐顶不住了。慌什么？让他打，他越往前离死越近。游戏结束了，现在就是你的死期。沈竹，来呀！有本事就杀了我，大不了这老东西跟我一起陪葬，地下城你也休想得到。你以为拿一个所谓的城主威胁我有用？别管我，杀了他！我0号地下城的领民就交给你了，沈竹。古龙，沈竹，你不该冒险。行了，少说2句。地下城的领民还等着你回去。你笑什么？笑你在末日中还天真可笑。你以为自己赢了，认得这东西吗？沈竹，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死鸾的真正威力。没想到这死鸾的能量如此强大。既然如此，那现在就必须彻底清算，斩断一切可能。废物，打完了，该我了。主人。沈竹，你太让我失望了，就这点本事也敢踏进我的地盘？你派出去的那些废物，不就是在找这东西吗？看清楚了，就这么小小一块，就能让你今天死在这里！警告！警告！辐射浓度已超过安全阈值5倍。护甲不对，是吸收，物理攻击和能量攻击都会被吞掉。主人，怎么打？别急，让我想想。想？你没时间想了，等你死了，玄天城也是我的。主人，接下来怎么打？属下愿拼死一战。这东西不是靠硬拼能破开的，核辐射的影响大幅削弱了你们的战斗力。我建议别管我了，杀了他！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古龙，马上撤回。大古，让不死军团掩护撤退，地狱战车殿后。遵命。
沈竹，你也有今天，下次见面你就没这么好运了。老子等着你跪下来臣服！沈竹，你说的条件我答应。庇护所0号地下城所有权移交确认。0号地下城归附玄天城，河区的游民、地下城的民众，交给你了。核验通过，0号地下城所有权正式移交至91号领主沈竹。地下城核心数据已同步至天穹之塔，庇护所融合启动。放心吧，0号地下城的民众就交给我了。庇护所融合启动。庇护所新增特性：核辐射抗性护盾，可抵御高阶辐射侵蚀，护盾强度随庇护所规模同步成长。黑日领主，你以为窝在辐射区里就能高枕无忧？现在辐射对你不是优势，是棺材板，等着我踩碎你的堡垒吧！我要知道黑日领主和他那颗死卵的每一个数据参数，能量波动、辐射频率、护甲强度，一个都不能漏。好的，放心交给我吧。上一次我们从黑日堡垒撤退，这一次玄天城全军出击，碾碎黑日堡垒。天城迁移程序启动，目标坐标核废墟区域黑日堡垒上空，预计抵达时间42分钟。全城进入战时状态，所有领民返回指定掩体。沈竹这次落荒而逃，虽然让他抢走了地下城和核能源，不过没关系。等我彻底掌控死卵的力量，什么玄天城，什么幽冥古龙，统统都是废铁。到时候，整个落魄岭，整个核废墟都是我们的。领主说的对，那沈竹跑得跟丧家犬似的，下次见面老子要亲手撕了他。等死卵彻底成熟，玄天城就是咱们的新地盘。快了，就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整个末日都得跪在我面前。众将士，助我建立大业！领主，沈竹来了，不是军队，是整座玄天城，玄天城来了。他把整座城开过来了。沈竹，你以为把整座城开过来就能吓住老子？你这是来送死！老子让你看看死卵真正的力量！老子用死卵的力量吞掉的小领地不下几十个，每一个都像这样，先是被辐射腐化，然后变成老子的养料。今天，你这座玄天城就是下一个。浮于撼大树，不自量力，那你就试试。领主，沈竹这次肯定是有备而来的，要不我们再观察。老子不信他的破盾能挡得住死卵！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做了什么？你引以为傲的辐射对我毫无作用。玄天城现在搭载核辐射抗性护盾，你的死卵释放的能量会被护盾中和分解，连城墙皮都蹭不掉。抗性护盾，你什么时候？要不是你打进地下城，我还拿不到地下城的掌控权，也就没有这层护盾。是你亲手帮我补上了短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进攻，拿下黑日堡垒！
外围防线全没了，我们……该死！该死啊！逼我到这一步，大家都别想死！终于把底牌亮了，等你这一手，等得我都快不耐烦了。这个死卵的能量变动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向外释放辐射，现在它和死卵融合之后，能量的释放被放大了上百倍。我不知道融合后它还有多少隐藏能力，你小心点。没事，再怎么强大，也不过是个鬼物。月鱼，等会儿你发动感应能力，盯住它的能量流向，随机应变。明白。玄天城，炮火锁定目标，全火力覆盖。怎么会这么快？是杀不掉我的！神主，这才是死卵真正的力量。你的炮火再猛，也挡不住我的进攻。受死吧！融合之后，不光能靠辐射无限再生，速度和灵活性也翻了不止1倍。光靠炮火压制打不垮他。君王武装，开启。玄天城炮火继续压制，别让他腾出手来。古龙，锁住他的行动路线。警告！君王武装持续受到高阶辐射冲击，能量消耗增加300%。若无后续补充，战甲将于5分钟内强制解体。真是个难缠的家伙。怎么了，神主？刚才那一枪不是很威风吗？再来呀！刚才那一枪刺入时，枪尖的冲击下有反应，但外部攻击无法持续深入，愈合速度太快。任何攻击都会被辐射修复抵消，炮火压制只能拖时间，根本问题不解决，这家伙就是不死的，必须想办法一击致命。神主，你的战甲要熄火了吧？玄天城的炮台还能撑多久？跟老子拼消耗，你算个什么东西？沈竹，我这边有进展了，保持通信。死卵不是它的核心，它在用死卵掩盖真正的能量中枢。所有的辐射能量经过死卵转化后，全部流向同一个位置。后颈，脊柱第3节，那里才是它的致命点。小丫头片子，敢窥探老子，受死吧！不好！月鱼，你没事吧？我没事。沈竹，死卵的原核埋在深处的活体骨髓里，那是它调动周围核辐射的唯一中枢。玄天城炮火造成的表面创伤之所以能瞬间愈合，就是因为原核在持续吸收辐射功能，击碎那里，它的再生能力就会瞬间崩溃。收到。玄天城所有炮火集中轰击黑日魔神后颈区域，把他的再生能量全部逼过去。天穹的变境蝼蚁。你们这群蝼蚁，休想阻挡我称霸末日！就是现在！黑日魔神，
这就是你的致命弱点吧？用垃圾当养料，不过如此。虚死我吧！终于结束了。那边还有，全部挖出来，一片铁泥都别给他留。主人，战场已清点完毕，回收明石共计4600余颗，能量结晶12枚，畸变体残骸正在集中焚烧处理，预计2小时内完成。还有这个，是在魔神的核心残骸中找到的。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普通石头。不对，沈竹，怎么了？以往覆灭的领主都会触发强制融合，救世军、共助会、万宝楼、高小兰，没有一个例外。但这一次，系统没有反应。怎么可能？黑日堡垒的能量信号已经完全消失了，系统不可能检测不到。除非黑日堡垒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庇护所，或者说，我的金手指出了问题。你说什么？也可能不是这种情况。死卵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太深了。黑日领主在融合死卵之后，身体构造和能量运转方式已经完全偏离了正常的领主模板。如果死卵的侵蚀已经深入骨髓，那黑日领主和他的领地可能在融合的那一刻就不再被系统识别为庇护所了，而是……不重要了，一切都结束了。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大古，把所有抗辐射药剂都拿出来。这片土地的存在始终是一大隐患，作为我收复领地的第一大步，这一次就看你了。唯一神话天赋，金手指点化。点化失败，点化失败。再来。古龙，将净化甘露散播到辐射区上空。骑兵主人，最新战报：黑日领主已被沈竹亲手斩杀，其引以为傲的堡垒与那枚畸变死乱已尽数被轰成废墟。不仅如此，沈竹还强行融合了0号地下城，收编了核废墟的数十万流民，其麾下的不死族军团规模已突破5万大关。他实力的增长速度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若再放任此子野蛮增长下去，恐怕假以时日，他真的会脱离天庭的掌控。这沈竹简直就是养虎为患，短短时间内，他竟连续吞并2大区域，肆无忌惮，公然藐视天庭法旨。此人狼子野心。朕本想当个看客，让他多活几日，替朕把核废墟这块硬骨头给啃干净。没想到这蝼蚁的胃口竟然这么大。他是不是真以为打败了黑日，就能成为这末日里的一方诸侯了？持国天王听令，臣在。即刻让云燕调遣3000天兵、12名银甲神将下界，给朕接手核废墟的管甲权。这场战乱正是绝佳的机会，务必清查核辐射地区的每一寸土地，找到君王宝物者，重赏。臣领命。那沈除那里？至于沈除，他野心再大，也挡不住天庭的制裁。他若敢违抗半个字，就地诛杀。臣遵旨。萧晴，这批难民长期受高辐射影响，虽然经过净化，但体质依然削弱，必须严格筛查，将青壮年与老弱病残分开，青壮年分批前往落魄岭的外城，老弱先留在隔离区观察。明白，池正官，我会增派一队人手维持秩序，防止有人哄抢药剂。滚开，滚开！瞎了你们的狗眼，别挡着老子的道！月雨，真的是你呀，月雨！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好侄女，大伯可算找到你了。月雨啊，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你大伯母啊！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月雨，你现在出息了，可不能不管我们死活呀！你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鬼地方过得连狗都不如啊！每天吃发霉的虫子。就是啊，表姐，你现在可是玄天城高高在上的大官了，这难民营哪是人住的地方，又臭又挤。你赶紧跟下面的人打个招呼，给我们一家安排个高管的位置当当，再弄一套单独的豪华别墅。对了，把最高级的净化药剂先给我们1人来10瓶。拿来吧你！说完了吗？
在玄天城没有任何特权，安置区人人平等。想要食物和更好的待遇，就必须凭自己的劳动换取积分。按规矩登记，将他们3人安排进普通隔离区的最底层。胡月雨，你这个没良心的小贱人！我是你亲大伯，血浓于水呀！竟然让我们去住最底层的狗窝，你就不怕天地惩罚吗？养不熟的白眼狼！血浓于水。当初你们抢走我最后一口救命粮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句话？你们要是觉得委屈，玄天城大门敞开，你们现在就可以滚回荒野上去。萧晴，带他们下去，再敢扰乱秩序，直接按暴乱罪扔出领地，听见没有？走。这种强烈的共鸣感绝不会错，这下一定藏着另一件君王相关的宝物。黑日领主那个蠢货，坐拥宝山却不自知，只知道吸食表层的死卵辐射。天庭那帮道貌岸然的家伙，暗地里盯着呢。大国，城主有什么吩咐？调集1000名高级不死族，封锁核心区周边10里，擅闯者杀无赦。是，属下立刻去办。天庭想来坐收渔翁之利，手伸得这么长，那也得看你的手够不够硬。藏得够深的，找寻了这么久才逐渐探出你的踪迹，这层古老的禁制快要压不住了。看来有些人坐不住了，正好这出戏需要引一些贵客来破局了。玄天城沈竹听令，你私自兴兵，攻伐黑日领地，屠戮大批人类幸存者，以公然触犯我中末天庭禁止人类内斗的铁律。按天庭律法，黑日堡垒覆灭后，其所有无主遗产及领地一律由天庭暂时接管。本使限你不3日内立刻拔营，全员撤出核废墟核心区，违令者天谴之。胡说！这地盘是我们城主拼了命打下来的，这些难民被核辐射肆虐的时候，你们天庭干嘛去了？现在跑来白捡县城的便宜，也有脸自称天道？什么狗屁铁律，什么维护秩序，禁止内斗从来都只是天庭用来捆住中小领主手脚的绳子。一旦遇到真正的利益，闻到了君王宝物的味道，他们比猎狗冲的都快。原来是天庭的监察使大人，既然是天庭的铁律，玄天城自然无条件遵从。沈城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很欣赏你。不过，核心区内难民众多，物资庞杂，监察使陈大人，容我3日时间，将这些难民妥善安置转移后，玄天城必定全军撤离，绝不阻碍天庭接管。好，本使就给你3天时间，3日后若还有一兵一丁逗留，休怪我手下无情。真是一群没见识的蝼蚁，守着君王重宝却浑然不知。等赶走这群叫花子，君王宝物就是本使的囊中之物了。沈竹，天庭这摆明了就是来抢东西的，他们一来就霸占了最重要的核心区，我们就这么乖乖把地盘让出去了，这太憋屈了。让出去？月雨，你真以为天庭是为了那几块破砖烂铁来的吗？他们是冲着地底下的东西来的。他想要，那就让他找。我倒要看看，没有君王宝物的感应，他们能不能碰得动那件神兵？哪怕他们掘地3尺，也不过是替我们探路的矿工罢了。大谷，传令下去，让不死族军团大张旗鼓地开始打包物资，以最慢的速度分批撤出核心区，给他们做出一副我们慑于天庭威压，不得不妥协撤退的假象。大谷遵命。月鱼，接下来看你的了。明白。找到了，沈竹，我锁定他的大致方位和轮廓了，就在黑日废墟下方，但被一层古老复杂的能量禁制死死封锁着，我需要近距离感应。很好，这张网已经织好了，就等他们跳进去了。启禀大人，属下一直盯着，沈竹确实已经开始让那些骨头架子撤离核心区了，看样子是真怕了咱们天庭的规矩。
本使还以为这敢杀史诗领主的刺头有多硬呢，原来也不过是个见风使舵、没见过世面的底层垃圾。他要是真敢硬抗，本使倒还高看他一眼。现在看来不足为虑，立刻去难民营发布悬赏令，让那些贱民去给本使挖，就算把核心区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宝物给本使找出来。是。底层的难民们听好了，天地仁慈，降下浩荡天恩。天庭现需招募一批熟悉地形的劳工，协助搜寻黑日领主生前隐匿在核心区的遗留宝物。凡是报名参与且立下功劳之人，天庭将直接赐予其天庭治下正式领民的尊贵身份，不仅分配永久安全住房，享受天庭最高规格的物资供应，表现优异者更能直接变入天庭外围巡防队，一步登天，摆脱这恶臭的废土。天庭，真的是天庭，那是比玄天城厉害上万倍的传说庇护所啊！可是，我们要是走了，玄天城会不会怪罪下来？大家别犹豫了，玄天城算个什么东西？那玄天城的执政官储月余就是我亲表姐，她就是个没人性的畜生。对，她跟那个沈竹一样，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把我们当畜生一样关在底层的隔离区，天天让我们啃发霉的黑面包。玄天城就是为了把咱们圈养起来当挡箭牌的，他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你们要是留下，迟早被他逼着去填鬼屋的肚子。天庭才是正统，天庭才是真正的救世者。连亲戚都这么虐待，迟早被他逼着去填鬼屋的肚子。对，天庭才是正统，天庭才是真正的救世主啊！沈卓肯定是个暴君，退出玄天城，我们要报名去天庭。沈竹啊沈竹，这就是你拼命护着的人类，在天庭的恩赐面前，你那点可怜的威望简直不堪一击。城主，安置区外围彻底乱了，楚建国那一家3口在难民营里大肆造谣抹黑，煽动了大批流民，全部倒戈，跑去天庭的驻点报名了。沈竹，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当初对他们心软，没有直接把他们赶出领地，就不会惹出这么大的祸端。晋升传奇领主需要积攒人口，现在领民数量剧减，把晋升传奇的进程彻底拖缓了。我拖了你的后腿。傻瓜，哭什么？这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件大好事。好事？可是人口……我要建立的玄天城是末日里最坚不可摧的堡垒，而不是藏污纳垢的垃圾桶。我需要的是安分守己、绝对服从的领民。这种稍微给点蝇头小利就能倒戈相向、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根本就不配得到玄天城的庇护。城主的意思是，借天庭的手，替我们清洗掉这些不稳定的隐患。没错，他们以为天庭真的会大发慈悲，给他们带来福祉。天庭那帮高高在上的虚伪神明，不过是把他们当成趁手的一次性工具罢了。核心区地底下布满了死卵的辐射毒液和远古陷阱，天庭是拿他们的命去填坑、去探路。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后悔今天的选择。到那时，玄天城的大门将永远对他们禁闭。那边，把那块大石头炸开！对，底下肯定有密室，给我使劲挖！磨蹭什么？耽误了天庭的好事儿，小心你的贱命！我的手好痛！都给我住手！你们这群没脑子的蠢货！这底下全是致命的辐射陷阱，你们是嫌死的不够快吗？楚月余，你也知道害怕，别以为背靠玄天城就高枕无忧。我们现在可是天庭的部下，迟早有一天会让你跪下来求我。我给过他们活命的机会，好吃好喝养着，他们不仅不知足，反而为了虚无缥缈的利益，转头就投靠外人，反过来拆玄天城的台，根本不配在这末日继续苟活。一群成事不足的废物，连宝物的半点边都没摸到。傲慢，即是你们天庭最大的原罪。连宝物真正的气息都感应不到，也敢厚颜无耻的来抢东西。慢慢挖吧，别急，等月余确定君王宝物精准的位置，这场游戏就彻底结束了。这群没用的下层废物，连一丝高阶能量的波动都跑不出来，简直是在白费天庭分配的资源。沈城主，这几日看你在废墟外围来回奔波，真是辛苦了。客气了，配合天庭的指令是玄天城应尽的本分。不知大人专程找我有何指示？沈城主也看到了，这群难民蠢笨如猪，根本不堪大用。沈城主亲手打下了这片废墟，
肯定对这里的地形和黑日领主的阵地了如指掌。我希望沈城主与我一起参与搜寻，若是能帮天庭找到那件遗留的重宝，也算沈城主将功补过，抵了你之前无视天庭仲裁私自开战的罪责。这是命令，希望沈城主能识时务一点。将功补过，天庭这帮人都是一个德行，无非是想逼我出力当探路犬罢了。等我找到了君王宝物，恐怕你翻脸比翻书还快，直接就会找个借口将我除掉。既然天庭有令，我自然无法推脱。好，沈城主果然是个识时务的聪明人，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别说话。两位大人，这块区域是黑日领主坑杀数十万流民的血池，磁场与怨气极重。按照常理，这种绝地最适合掩埋高阶宝物的能量信号。也许底下设有密室，不妨让人深挖看看。快，叫那群难民过来，把这块血池给老子凿穿！这群蠢货就算挖到明年也找不到。宝物的真正位置已然锁定，这场游戏是时候结束了。给我盯死沈竹，寸步不离！他要是敢耍半点花样，不用请示，就地诛杀！是。沈竹，你到底要带我们去什么鬼地方？这里的辐射浓度已经严重超标了，这种连最低级的食腐鬼物都不愿意待的废土，能有什么宝物？两位大人要是连这点恶劣环境都受不了，如何替天庭搜寻重宝？坚持一下吧。你最好别耍花样，快走！要是今天再找不到线索，有你好看的！主人，你先走。地袭，有陷阱，退，快退！该死！沈竹，沈竹人呢？赶快报告监察使！好熟悉的气息，这种磁场频率，仿佛直接刻在我的本源深处，甚至连我的力量都在为之沸腾。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扇门在抗拒我的力量，也许它在等待它真正的主人。古籍，试试用你体内的血脉力量去。门开了，这里布满白骨战甲，看起来和不死族存在某种联系。走吧，一切的答案都在前面。为什么？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如此悲伤？好像有什么尘封的东西正在前方的黑暗中等着我归来。君主之证系列宝物君王项链。君王项链，果然君王宝物之间有相互吸引的。清剿鬼物，实行天道序列，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些画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周末天庭！天庭伪善无耻至极，借清剿鬼物
维护秩序之名，行掠夺之实，夺我族王权宝印，灭我全族根基，规则不公，规则不公啊！好一个替天行道的终末天庭，难道在末日游戏降临前就已经存在？当年的这一支不死族，战力必然强盛到了极点，甚至已经足以威胁到天庭在新世界的绝对霸权与制定规则的资格。天庭忌惮他们的力量，便毫不犹豫地给他们扣上了一顶鬼物余孽的帽子，将这支不死族斩尽杀绝。天庭的走狗现在就在外面，主人，我想杀光外面那些穿银甲的走狗，一个不留，血债血偿。现在还不能动手，以你现在的力量，现在冲出去不过是浮游撼大树，杀几个天庭的低层士兵，能换回你的族人吗？但这笔账我替你记着，总有一天，我会带你亲手讨回来。属下听从主人吩咐。君王项链。找死！你好大的狗胆！你竟敢对我阳奉阴违，假装配合搜寻，实则私吞天庭的重宝。你这是公然违背系统与天庭的规则，足以让你的庇护所被天道序列彻底抹除。笑话！既然是天庭的重宝，为什么会在鬼物的亡灵？为什么监察使大人要费尽心思的伪装目的？恐怕是想明抢了。君王级宝物本就是天庭点名要管制的至高神物，你这种从荒野废土里爬出来的低阶领主也配知道的，它只配属于伟大的终末天庭。现在立刻把项链放下，跪在地上接受制裁。我还可以看在你主动上交的份上，替你在天帝面前求个情，保你一命。否则，保我一命？怎么，监察使大人装不下去了，准备用所谓的天庭威压强行掠夺一位世世纪领主的宝物？这就是你口中伟大的天庭？蝼蚁之辈！既然你一心求死，我今天就让你死个痛快！给我上，把那个项链夺下来！至于那小子，生死不论，就地诛杀！敢伤我主人，找死！敢伤我主人，找死！废物！一群废物！要你们有什么用？不自量力！君王武装已开启。怎么会？跟我上！灭了沈竹，重重有赏！天庭的监察使，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要这条项链吗？它现在就在我手里，有本事你就自己走上来拿！装神弄鬼！天帝明明说过，没有特定权限和系统认可的人，根本触碰不了这枚印玺。强行触碰只会被体内蕴含的毁灭能量反噬。这小子，这底层爬上来的领主，居然得到了君王项链的完全认可。不行，这沈竹完全不惧怕终末天庭的威压，再留下去怕是要交代在这里。沈竹，算你狠！你竟敢吞噬天庭指明要的宝物，这件事天帝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就等着天道序列的终极制裁吧！我们撤！哎呀，监察使大人，您可算出来了！那宝物找到了吧？滚开！一群没用的贱民，也配跟我讨赏赐？这天庭的大人怎么走了？我们的编制呢？不是说好一步登天吗？沈竹，你没事吧？我没事，都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帮你清算的时候了。都听好了，所有主动投靠天庭、妄图背叛玄天城的人，从现在起，全部取消安置资格，立刻收缴发放的物资，逐出领地，玄天城永不接收。表姐，月鱼表姐，我们错了，我们鬼迷心窍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外面全是辐射和怪物，赶我们走就是让我们去死啊！路是你们自己选的，
玄天城不留叛徒，卫兵拖出去。沈竹，这次借天庭的手，咱们可谓是大获全胜。第一，成功拿到君王项链。根据系统提示，不死族的统御力已大幅提升，还解锁了新的能力。第二，趁着难民乱挖，我们顺藤摸瓜清捡了黑日留下的暗库，回收冥石12000余颗，高阶辐射金核300余枚。第三，借天庭招供的幌子，咱们顺理成章地清洗掉了领地内10几万不稳定的墙头草和叛徒，剩下的都是绝对忠诚的班底，民心空前稳固，并且我们已将有效控制区彻底扩大至核废墟全域。天庭这颗自以为是的钉子，算是彻底钉下了。不过天庭这盘棋才刚刚开始，咱们走着瞧。沈竹，你放心，无论以后的路有多难走，我都会一直陪着你。好，月月，我们一起。接下来就是继续净化残留核辐射的区域了，任重而道远。什么情况？月月，能感应到那是什么吗？那不是任何一种已知的能量，这股气息古老狂暴。别在我面前玩鬼把戏，告诉我那里面是什么，否则我现在就废了你的残留意识。哦，你竟然对我的出现毫不意外？月余已经告诉过我，他虽然身为四维母巢的主意识，但你还有一部分残留意识潜藏在四维母巢内。你给我闭嘴！沈竹，我刚刚没吓到你吧？吓到？没有，体验倒是还挺新奇的。沈竹，刚才同乐者出现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确实感应到了光柱底下的东西。那是什么？这股力量来自史诗之上的鬼物，而且十分浓郁。事出蹊跷，最近我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多。黑日领主强制融合未启动，现在又炸出这道光柱，能量特征还和同乐者相似，而这一些都指向爆炸来的方向，我必须弄清楚。属下愿随主人同往。末将也去。我也去，那里的能量特征和同乐者相关，我的感知能力在那边可能派上用场。果然跟黑日领主脱不了干系，死卵覆灭消散，这道封印就破了。黑日领主那个蠢货，恐怕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胸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管是陷阱还是宝藏，玄天城绝不退缩，跟我下坑。会不会是力量太弱了？领主，我们直接砸开吧。大古别闹，这不是靠蛮力能破开的东西，这道屏障应该有权限限制。我感觉这个东西或许有用。死卵覆灭打开了这道封印，按理来说，碎片和这道屏障应该是同源。不管了，先试试。检测到91号领主统一核废墟区域，达成隐藏成就，摧毁旧日之卵。您的庇护所与个人战力达到史诗巅峰，且拥有君王信物，满足隐藏晋升条件，可选择特殊传奇领主晋升仪式。普通难度仪式，满足4大条件后，接受常规法则洗礼，庇护所可继续提升等级上限，平稳晋升为普通传奇领主。地狱难度仪式，封禁所有仆从之源，封禁天穹之塔火力，领主需单枪匹马杀入鬼物领地，此仪式不可中途退出，失败则领主死亡。通关奖励，打破常规上限，可晋升为新世界唯一的无双传奇领主，获得至高王座优先继承权。普通传奇，足够建立属于自己的末日王国，但不够。地狱难度试炼开启，领主沈竹已进入单人征伐模式，跨界通道传送中。沈竹，